这里值钱的石雕倒是来了一条，看来雕刻的季节石雕也是有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岛岛彪哥，现在是准备过去拉网了，继续干启动，然后准备出发了。现在也已经是晚上的10点钟了。今天是大潮水啊，所以潮水也是到这个时间点才到，才能过去拉网啊。所以也是等到现在，把这个固定船只的船锚拉上来之后，也就要出发了。拉的是今天的第2个渔网啊，也是一个小网来的。第1个网白天的时候已经是拉上来了，收获一般般啊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渔获。看一下第2个网的收获怎么样吧。毕竟这一个网放在海里面的时间比较长啊，所以一般来说渔获应该会比较多一些的。关键也要看能不能来一些比较值钱的渔获吧。好了，网拉上来了，这边倒是先上来一条泥猛鱼跟一条黄鲫，刚拉网就有渔获啊。这条黄鲫上网的时间应该是比较长了，看起来活力也不是很好了。泥猛鱼啊，今天上来的泥猛鱼都比较大条。白天的那一个渔网也是上来了好几条这种大泥猛鱼，这边倒是来了3条呢。这个季节的泥猛鱼看起来肥度好像还可以，而且体格还挺大的。外海的野生大泥猛啊，一般也是20-30块钱吧。一条小剥皮鱼带着一条泥猛鱼啊，小剥皮鱼就养活着比较值钱，所以小剥皮鱼就直接放到活仓里面去，泥猛鱼就不用放活仓了。因为泥猛鱼活着跟挂钓的价格也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没必要特意去养活它。再来一条小剥皮鱼啊，最近小剥皮鱼开始有点了，比大冬天的时候数量开始要多一些了，证明有小剥皮鱼开始回游过来了。后面天气越来越暖和，小剥皮鱼数量也会越来越多的。而且今天这小剥皮鱼看起来也挺大条的，数量也还行啊，但是肯定没有夏天的时候那么多。西宫鱼也来一条啊，这种一般也叫做16枚，跟小剥皮一样，都是长不大条的海鱼。而且2种鱼的体格差不多，价格也差不多。哟，这边好几条渔获一起上来了，几条泥猛鱼跟1条香头啊。现在应该也不算是泥猛鱼的旺季吧，但是数量感觉还行啊。你看这一拉上来4-5条的泥猛鱼一起的，平均1条差不多也都是半斤左右。其实1条半斤左右的泥猛鱼算是大条的了，它的肉质也相对比较紧实，吃起来还是比较好吃的。关键还是鱼挺肥的。上完一波几条泥猛鱼，这边又来几条小剥皮一起上来啊。今天的温度就比较暖和，所以小剥皮的数量就比较多了。今天就这2种渔获的数量比较多，小剥皮鱼跟泥猛鱼，其他的渔获数量就比较少了。而且网放在海里面的时间比较长，渔获的数量也比较多。野生大泥猛啊，看起来活力还可以哦。而且这种泥猛鱼还是比较喜欢成群结队的活动啊，所以一网到基本上很容易就遇到鱼群了。你们看，看起来肚子圆鼓鼓的，都是比较肥的，质量还可以。感觉不管拿来清蒸或者红烧都是挺好吃的。又是2条这个泥猛鱼一起来，这个网要上好多泥猛鱼哦，而且这个网才拉了1/3呢。小剥皮也是连续来了挺多条的，这个网也就来这2种渔获了。其他什么英格鱼、海鲤鱼的，真的是1条都没有见到啊。加鲫鱼、真鲷什么的也没有，毕竟也是雕刻类的旺季嘛，好歹也是要来一些雕刻类。但是这边倒是来了1条金鲳鱼，还一跳一跳的，应该是连上网的时间不长，活力还这么好，但是看起来不大条啊。应该也就2斤左右的规格而已，不过也算是来其他的渔获种类了。像这一种野生金鲳鱼，一般也是可以卖40块钱左右1斤的，比养殖的金鲳鱼价格要贵一些。但是金鲳鱼肯定是野生的比较好吃的。现在市面上的金鲳鱼也是以养殖为主，
1斤好像也是27块钱而已，感觉就不怎么好吃。这种野生大柠檬，我感觉味道就挺不错，而且没有鱼鳞，比较容易处理。19公倒是补上来一条啊，现在19公的旺季，所以数量还是比较多。只是我们放网捕鱼的数量比较少啊，手钓的就会比较多了。网眼太大，一般这种19公也进不来，大条一些的才进得来啊。来了一条观赏鱼，带着一条黄鲫，黄鲫就留下，观赏鱼就直接把它放回海里面去就行。又是2条这个柠檬鱼一起来了。第一个网的时候捕不到几条柠檬鱼，还以为现在柠檬鱼数量不多呢。而现在看来，现在的柠檬鱼数量还是有一些的嘛，而且都还比较大条，肥度也不错。这里又来了2条这种观赏鱼，还挺漂亮的呢。刚才拉上来一条放生了，这里又来2条，也是要放生的。解出来直接丢回海里面去就行。2条观赏鱼还不如来一条柠檬鱼来的实际一些呢。毕竟我们这边也是没人要这种啊。解柠檬鱼的时候就要小心一些，不要被刺到就行。所以一般都直接用钩子直接把网勾出来就行，就不用手解。被这种柠檬鱼刺到是非常的痛啊，而且要痛很久呢。这里值钱的石雕倒是来了一条，看来雕刻的季节石雕也是有的。但是这条看起来不大条啊，应该差不多也就8、9两吧。上一次卖这种石雕1斤是有个200多块钱呢，最近的价格也是下降了一些。过年前的时候也捕到了一条，1斤可是卖300多块钱呢。相比上一次捕到那条，价格已经下降了100多。不过即使现在来卖1斤，也是有个200多块钱的，也算是值钱货了。这也是今天的第1条值钱货，运气开始来了。看什么时候来海红斑啊！毕竟前面的2次近海捕鱼都能捕到海红斑啊，希望这一次外海也能捕到吧。而且感觉外海这边的海红斑会比近海的要大条一些呢，大条一些的海红斑价格也好卖一些。不过现在海红斑价格也便宜了不少，上一次卖的话价格才450一斤呢。过年前的时候价格一度是涨到1000块钱1斤呢，所以价格是下降了1半不止啊。但是也是属于比较值钱的了。现在什么海鲜价格肯定没办法跟过年前相比。又是好几条鱼货一起上来啊，感觉今天的柠檬鱼成群的比较多，拉上来的柠檬鱼都是好几条一起上来的。这边火点鱼也是来了一条啊，这种火点鱼也叫做星点笛鲷，尾部的位置有个大黑点，一般价格也是保持在30块钱左右。黄鲫的价格会好卖一些，一般都是40几块钱。小剥皮在这一些杂七杂八的鱼货当中，价格算是比较好的了。现在养活这1斤至少要60几块钱，上一次卖还70块钱啊，现在数量开始多了。数量开始多，价格肯定也会下降一些，但是现在也降不到哪里去，因为还不是旺季啊。所以养活着的小剥皮价格至少也是要60几块钱的。但是也要这种原生小剥皮价格才会有这么高啊，其他的小剥皮都没有。像小剥皮我就介绍太多次，我就不重复介绍了。这边又是好几条这种大柠檬一起上来啊，体格真的大，估计1条都要7、8两了。而且肥度比较高啊，所以称起来的重量也比较高。这一个网的收获还是挺不错的，连续拉网都有渔获啊。但是除了1条石雕之外，也没有什么值钱货，而且也没有补上来什么比较大条的渔获。目前也就是那1条金枪鱼最大条了，看来要等大网了。要看大网能不能补上一些大真鲷、大黑鲷什么的了。毕竟差不多这个网也要接近尾声了。祈祷它来大红斑也是不切实际了，就看大网的时候能不能来1条吧。这一个网基本全是大柠檬鱼啊，少说至少补上来10几、20斤的这种大柠檬呢。
然后再加上10几斤的其他鱼货，所以这个网差不多也就30几斤吧，差不多。鱼货也不算多吧，也不算少，只是来的泥猛鱼就不是那么值钱。好在来的这些小剥皮数量还有一些，两者互相综合一下吧。大海星来了一个啊，这一个网的第一个大海星。这一个位置捕到的海星也不多啊，不过这种海星我们也不要，直接解出来丢回海里面去就行。哇，这个刺藤鱼够大个，直接鼓成一个球，胀成一个球了，给它放一下去，然后解出来，也是一样的丢回海里面去啊。刺藤鱼在我们这边也是没人要，可能有些地方会比较值钱，但是我们这边没人吃的。好的，然后这边这一个网也就拉完了。拉到的鱼货是有一些啊，还有一些小剥皮跟一条石雕放在火场里面养着呢，然后就准备过去拉下一个网了。好了，这一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，下一个网的视频就下一期再分享给大家看了。我是拿德彪哥，喜欢看真实捕鱼视频的朋友也请给我点点关注哦。这样子应该说他运气好还是说他运气不好呢？现在放第二个网啊，第二个网又是在另外一个位置放，看一下哪个网能起到一些值钱的螃蟹吧。兰花蟹、梭子蟹该来一些了吧。本港青龙虾是属于比较值钱的一种龙虾。哇，这条大黄鱼果然够大，肯定是要2斤多的，可惜啊，肯定是卖不了了。但是这条鱼的鱼胶还能用啊，它的鱼胶可是大补品啊，不光是美容补血都是挺好的一种。纯野生大黄鱼，如果这条还是好的话，应该能卖个3、4千块钱，真的是可惜了。不过鱼胶取出来还是能用的，而且这种鱼最值钱的也就是鱼胶，鱼胶也就是鱼鳔啊。大黄鱼的鱼胶补血效果是非常的好，即使这条鱼臭了，它的鱼胶也是不会臭啊，所以也就是这么神奇。这条鱼的鱼肉我们就不要了，把鱼胶取出来就行了，然后拿回去晒干了能用。2斤多的大黄鱼拉出来的鱼胶也就这么大，看起来应该也就是2两左右吧。野生大黄鱼的鱼胶是比较值钱的，整条鱼也就这条鱼胶比较值钱而已了。大家也可以去搜索一下鱼胶的效果，特别是野生大黄鱼鱼胶的效果，这是一流的。船也是慢慢的开回去了，还要回去解垃圾。这个网比较脏啊，光解这些垃圾肯定是要半天的时间的，而且这一次螃蟹网的鱼货也不多。这一种是蜘蛛蟹啊，不值钱的。好不容易上了一条那么大的大黄鱼，但是却坏掉了，可惜啊，要不然就能值个3、4千的，真的是可惜。上到岸了，今天也没什么收获，也就几只龙虾而已啊，还有2个叶子螺，鳐鱼有一些。螃蟹比较少啊，基本上也没什么梭子蟹跟兰花蟹。今天的收获也能比上次好一点吧，龙虾比较多一点，这个几百块钱肯定是有的。然后现在准备回去吃个早餐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脑打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啊，我是你们的彪哥，现在是早上的这个8点钟啊，然后现在准备出海捕鱼了，现在在船上准备出去了。现在开出渔港啦，我们开了接近3个小时啊，然后现在开始放网了，现在开始把网放下去啊。今天的海洋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出了一大片这种东西，一点一点的。我们先喝泡功夫茶，然后休息一下，吃个午饭，然后晚点再去取网啊。休息了一下午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取网，已经是下午的4点出了，4点出。上货了，泥仔鱼、芭比鱼。哎呀，这种鱼会飞的飞鱼。哎呀，这鱼多可爱，会飞的。哎呀，这个会飞的鱼。飞鱼啊，上货了，那个大黄鱼，跳一跳，多可爱！
你看不断上鱼了，不断上鱼了。底仔鱼啊，就是这个底仔鱼啊，剥皮鱼，差不多1斤有50-60块钱啊，这个剥皮鱼，一直在上鱼啊，不断的上，好多。哦，这条更大，哦，上的这条更大。大鱼不断啊！哇，这条更大。看一下，真的是大鱼不断啊，大鱼不断，一直上大鱼。来了一个大五角星，好大个。哇，这个老虎鱼啊，这么大一条，看下这条老虎鱼。来了，又有大货了。人家上的这个河豚鱼啊，这个鼓鼓的气球，这个刺豚鱼，河豚鱼的一种，一个大刺球，看一下多可爱，还会叫，一直叫。但是下午5点半啊，第一个碗起完了，这样，满满的一筐。还不止这么多啊，还有一些很多鱼都养到鱼缸里啊。现在是5点40了，5点40了，我们准备起第2个碗了，现在起第2个碗啊，第2个碗刚上来就大鱼好多，第2个碗。才刚起网我们就收了这么多大鱼了，才刚起网。这种也是一种河豚鱼啊，比较大的一种河豚鱼。看一下，又上大鱼了，第2个碗不错，大鱼又上大鱼了。第2个碗不错。看一下上来多大一条，好大一条。现在是晚上的6点半啊，6点半，我们准备起第3个碗。看一下第3个碗不断在上大鱼啊，又上大鱼了。第3个碗是连续的上货啊，看一下，它整个碗一拉上来全是货。第3个碗上大货了，看一下上大货了，好大一条。夜晚突然起大风大浪啊，然后现在船摇晃得很厉害，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，安全第一。看一下我们第3个碗的收获，满满的一大筐，看一下满满。我们终于把所有的碗起完了啊，然后半夜里突然起了大风大浪，然后我们准备回去了。一大11斤。回到家里了啊，卖了这个20-30斤这个活的底仔鱼啊，剥皮鱼啊，就有1000多块钱了。然后那些大鱼啊什么的加在一起啊，卖了4000多一点啊，收获还不错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，也累了，外面风大浪大。哇，终于来一条值钱货了！哇，超大的海红斑，这一条要2斤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澳大表哥，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，终于也是晴朗了啊，不过只是晴朗半天。半天的话，只能去近海放一下网啊，也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去放渔网了，准备去放一下渔网，看能不能收获几条大黄鱼吧。然后现在出发了。
钓到床上也是天刚亮啊，然后床启动，马上就出发了。快将尘埃掸落，别将你眼眸弄碎。或许把谈笑中的早已淡忘，而我在颠沛中饱经一脸沧桑。思念需要时间慢慢调养，快将尘埃掸落，别将你眼眸弄碎。或许把谈笑中的早已淡忘，而我在颠沛中饱经一脸沧桑。现在全部的网都放完了啊，然后现在船停泊在海中央这边，漂流一会儿，先吃个饭，然后网的话到12点左右再过去洗吧。这是船真的是停在海中央的，四周是没有一个小岛的。吃过午饭，然后时间刚刚好，现在准备过去洗网了。思念需要时间慢慢调养。开始拉今天的第一个渔网，接下来就是大黄鱼多多、大红斑多多的时候了。但是没有想到拉了3片网，一条鱼都没有，一条鱼都没有，是连一条鱼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啊！这个网多干净啊，就像是网放到海里面清洗一样。而且今天还不能算特别的晴朗啊，还是有一点风浪的。相对冬天来说，这样的风浪就是没风浪了。拉到第7片渔网，终于是上了一条白花鱼啊！7片渔网才上了这么一条鱼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么一大堆渔网才上了一条白花鱼。不过近海就是这样子啊，没办法，只希望能上一些大黄鱼跟海红斑值点钱吧。傻瓜蟹一只，连螃蟹都是不值钱的。看来这个网已经是接近空军了，在近海放网真的是难受。第一个网都快拉完了，才又上了这么一条白花鱼啊，然后网就拉完了，整整1500米的渔网，拉了2条白花鱼上来。这么多渔网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还捕鱼着实让我难受，还是等天气好一点去外海的好吧。第一个网拉完了，第一个网没收获，就2条白花鱼啊，什么鱼货都没有啊，基本上算是空网啊。好，现在等过去下一个网了，也只能寄希望再接下2个网，希望收获好一点吧，要不然这样的收获着实真的是太难了，而且还是有一点风浪的啊，船一摇一晃的，增加了不少的起网难度。好不容易能出海放一次渔网啊，看到这样的收获着实是不开心啊。现在开始拉第2个网了，要求不高啊，能上几条大黄鱼就最好了，实在不行上几条海红斑也凑合。先上了一个寄居蟹，这个螺壳里面的是寄居蟹，然后上了一条西公鱼，这个网的鱼货也是太少了，已经是拉到第4片网了，才上了这么一条西公鱼。西公鱼学名是叫做16枚，然后又是傻瓜蟹一只，这种傻瓜蟹是不值钱的。网拉了一半了，又上了一条这种豆腐鱼，拉鱼都没有啊，都是不值钱的。第2个网也是快拉完了，也是没什么鱼货，石头蟹。这是最后一片网了，才最后上了这一条西公鱼，然后马上网也就拉完了，难受啊！一条大黄鱼都没有啊，连影子都没看到。第2个网也取完了，第1个网也几乎也是空网啊，这么多你知道吧？什么鱼货都没有，难受啊！最后一个网是大网啊，只能寄希望在这个网了。大网来一些大货吧，大的海红斑来一条吧，要不然这一趟捕鱼就要亏油钱跟亏人工了。网倒是没有破啊，真的是难受啊！大网一条鱼都没有，拉几条鱼回去吃都没有。第一次捕鱼捕到连拉几条鱼回去做一餐都没有啊，太难了啊！大网也是快拉完了，连一条海鲜都没看到。哇，终于来一条值钱货了！哇，超大的海红斑，这一条要2斤多。这种规格的海红斑一斤要达到500块钱，而且最近是涨价了，所以光这一条就要1000来块钱了，爽，实在太爽了。
海红斑啊，是被誉为香港的4大鱼王之一，还算是挺值钱的一种石斑鱼。这边整个大网就上了这么一条鱼，再拉下去也是一条鱼都没有啊。今天的整个网也就这一条鱼能值点钱而已了，其他都没有什么鱼货。不过不要紧啊，有这么一条鱼就能补回油钱跟人工钱了，我都快绝望了都。真的是在绝望之际来了这么一点收获。这么久才出来放一次渔网啊，也就这一条海红斑了，赶紧给它放一下气呀。第3个网也是拉完了，第3个大网没什么渔获，基本上是空军啊。不过在绝望之际啊，上了一条还挺大的海红斑，应该有个2斤多吧。这一条鱼就能值个1000来块钱了，运气还算是挺不错吧，也就上了这么一条鱼而已。然后所有的网也都起完了，也是准备回去了。整整4500米的网啊，才拉了这么几条鱼，真的是。估计近海真的是不适合我吧，我还是等天气好一点去外海捕鱼的好吧，一条大黄鱼都没有啊。回到鱼排这边卖鱼了，没什么收获，今天也就那条海红斑能值点钱而已了。这条超大的海红斑啊，有2斤3，鱼货也是卖完了，没什么收获啊。这一条海红斑能值个1000来块钱，将其他的鱼货卖了1100块钱。虽然说什么鱼货都没有啊，然后其他鱼的也不多，然后现在也是准备回去了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脑袋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没看前点赞，这是一个好习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袋怪哥，然后今天是要出去拉这个螃蟹网了，现在船也启动了，马上也就出发了。先过来油船这边加2桶柴油，出了几次海啊，油也是快用完了。昨天晚上出海的那些大渔船也是现在返航了。迎着风浪，现在出发。最近几次的勾网都不是很顺利啊，都是要勾个2、3次，很少一次到位啊。这一次就真的是一次到位了，这一次一下子就把网勾上来，省了好多时间。不然要一直的来回勾网，要浪费非常长的时间。看来今天应该运气不错，大螃蟹、大龙虾、大海螺、响螺什么的，通通的过来吧，快到我的网里来。今天网一次就勾到了，应该运气可以的。不过最近的螃蟹是真的少。先上了一个小椰子螺震一下风浪，这里是上了一条闽鱼啊，还挺大一条的闽鱼。但是这一边又是拉了很久的网，也是没有看到螃蟹的影子啊。看来今年的冬天螃蟹真的是太少了，不适合放螃蟹网，我感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过几天大降温，不知道螃蟹会不会多一点呢？螃蟹没拉到啊，垃圾倒是拉上来不少，很无奈啊。这种傻瓜蟹、假面包蟹啊，倒是上来了好几只。现在的这种螃蟹其实也是挺鲜甜的，但是不值钱啊。偶尔也是有几条鳐鱼上来的。第一个也就拉完了，收获也真的是不多，也就2个椰子螺、1条闽鱼，还有几条鳐鱼而已。现在准备勾第2个网上来，希望这一次也是一次到位吧。好像是勾到网了，绳子比较硬，希望不是勾到网身。确实也是勾到了，这样子就简单多了，2次都运气不错。上一个网虽然运气不错啊，但是收获确实很一般。看一下这个网收获怎么样吧。为什么也是没有螃蟹上来？奇了怪了。这边上了一个椰子螺，看起来算是挺大的吧，这样子就有2、3个椰子螺了。今年冬天的螃蟹是真的少啊，怪不得螃蟹的价格是一涨再涨，现在已经是80块钱1斤了。数量一少啊，自然螃蟹的价格就一涨再涨，真的是吃不起啊。
我们也只能是吃这些不值钱的螃蟹了，比如什么傻瓜蟹啊、指甲蟹这些，带回家吃一下也是尝这个鲜甜味。傻瓜蟹的肉是没多少啊，但是2个钳子肉屑是挺饱满的，而且现在的壳是很硬的，所以肉就是比较鲜甜。活着带回家煮一下拿来吃是非常的不错，就是有点费牙齿。也是终于来了一只兰花蟹啊！这不会是今天的唯一一只值钱的螃蟹吧？而且这个网也都拉了2/3了，确实也是没有什么鱼货上来，好难受。难受，香菇。确实是垃圾比鱼货还要多。石头蟹一只啊，都是这些不值钱的螃蟹。不过每人分一点带回家吃，确实挺好的啊。所以这一趟也不能算是全部没有收获吧，能分几只螃蟹带回家吃，自我安慰一下。这边又来了一只兰花蟹啊，已经是第2只兰花蟹了，这样子就2只螃蟹，价格还算是挺高的，数量太少。这个网也就拉完了，所有的网都取完了，收获不多，然后现在准备过去把网放下去，然后就可以开回去。边风浪也是越来越大了，我们又是要换一个地方放网了。最近的这几个地方放螃蟹网收获都是不好，螃蟹也不多，这一次开外面一点放网。网也是慢慢的拉下去了，在导航上面做好定位，然后把船锚放下去，我们就可以准备回去了。回去还要捡网上的垃圾呢。现在开始放第2个网，这一次开出来比较外面，希望下一次的螃蟹网就是螃蟹多多，龙虾多多吧。是很久没有遇到响螺了，希望能捕到一些响螺回来也是挺不错的。加油啊！希望在明天。这几趟螃蟹网的收获都不好，全部的网也都放完了，现在准备回去了。风比较大，就这么2只兰花蟹也是要绑一下。这2只看起来算是挺大只的，只半斤左右应该是有的吧，所以2只应该能凑够1斤，1斤也就是80块钱了。今天网上面的垃圾比较多，估计回去解也是要解个半天左右了。今天还捕到了1条鲶鱼啊，还有几条鳐鱼，这条野生的鲶鱼应该能值点钱。回到渔港这边了，给大家看一下这次的总共收获吧。这一次的运气算是还是不错吧，捕到了有5个椰子螺，有大有小啊，但是也不是非常的大。现在1斤也是要50-60块钱的椰子螺，1条鲶鱼，还有几条鳐鱼。寄居蟹跟这种傻瓜蟹很多，已经是上到岸了。今天也没什么收获，鱼货不多，估计比那些岸边赶海的鱼货还少。几只螃蟹，几个椰子螺，1条鲶鱼，一些鳐鱼之类的，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鱼货。然后现在也是准备回去了。好了，我是老打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没看仙人掌，这是一个好习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打彪哥。现在是早上的5点半啊，准备出海了。昨天把网放在外海那里啊，然后现在准备过去取一下，看一下放在海里面这些网有没有什么好的收获。好了，大家跟着我视频出发吧。哦，现在下这个船上了，天也刚亮，不过有点雾啊，再看一会儿。现在的雾气比较大，再看一会儿，等一下雾气上一点再出发，安全起见。好了，现在雾气渐散，可以出发了。开了3个小时的船啊，现在到达外海，看一下水势立马变成不一样的天蓝色，而且外海今天风平浪静，没有什么浪。好了，现在开始起网啊。昨天在这里放了1个网，这个网有总共3000米，相当于100片网组成。网刚起上来就有鱼货，这是一条底仔鱼、剥皮鱼，现在已经是50多块钱。
上了一条小英歌鱼啊，上次小英歌鱼卖了是1斤20多块钱，而且数量比较多，数量最多的应该就是这种底仔鱼、剥皮鱼了，是目标鱼种。每次出外海至少一次都能捕到10几20斤的这个剥皮鱼，后面还连着一个刺豚鱼过来了，刺豚鱼我们就不要的。这边上了一条大货，这个细鳞鱼。还是比较大一条，估计差不多接近2斤左右，而且还连着几条这个剥皮鱼一起来。外海的收获从来没让我失望过。这边上了一条大柠檬啊，大柠檬的价格1斤大概是30块钱左右。上了一个扇贝啊，这个野生的扇贝，野生的扇贝真的比较小，大部分都是养殖的。今天的天气特别晴朗，水面就像一面镜子一样。上了2条剥皮鱼，后面还连着一只寄居蟹。上了一条大英歌鱼，大英歌鱼要比小英歌鱼贵一点，大概是30块钱左右。这边上了一条真鲷啊，真鲷的价格就比较贵，大概1斤要40块钱以上了。水面上浮着一个水母经过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一个水母啊。这边上了一个胖大星啊。这是一条小石斑，还连带一只八爪鱼。哇，来大货了，来大货了！这是一个大鱿鱼啊，这个鱿鱼超大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大鱿鱼差不多要4斤左右了，估计是3斤多，接近4斤，这么大一个。这个不是墨斗啊，墨斗后面有一块骨，很硬的，这一个没有骨啊，应该属于鱿鱼类的。来值钱货了，值钱货了！这是一条山刀鱼啊。山刀鱼的价格1斤大概是200多，接近300左右啊。这条这么大了，应该是接近1斤，甚至1斤左右了。山刀鱼一直是比较贵的鱼种啊，但是我们这边价格应该比较低，才200多。看一下，上了一条大泥猛，还有一条大细鳞鱼，大家看一下，今天的收获肯定不错。上了一个大墨鱼啊，这个大墨鱼应该差不多要2斤多，接近3斤啊，还是挺大一个的。一上来就喷墨汁，上次还被这种大墨鱼喷了一脚，这次我要避开点。一条老虎鱼啊，老虎鱼在我们这边价格比较低，1斤大概是100块钱左右。这是一条牛头鱼啊，带着2只石头蟹一起来了。牛头鱼价格也是1斤20块钱左右。在外海这附近作业的渔船还是相对比较少的。这边还上了一个比较小个的椰子螺，留着自己吃吧。又上了一条牛头鱼啊，由于收获比较多，我就不一个个拍出来了，把重点的给大家拍一下，然后最后面给大家看一下总收获就可以了。也谢谢大家。哇，龙虾，大龙虾，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这只龙虾超大，估计有1斤多了。像这样的大龙虾价格就比较贵了，1斤以上的差不多1斤要200多，接近300块钱左右。也好久没有捕到过龙虾了，开心。鱼货太多了，很多都没有时间从网上弄出来。我的天，后面又来了一只，不过这只好像比较小，但是也有1斤左右，大家看一下。哇，今天总共收获2只龙虾，超级开心，大家看一下。2只龙虾加在一起应该有接近3斤了，所以就这样2只龙虾700-800块钱跑不了了。这一只就比较大，应该有1斤出头了，看一下，哇，好漂亮的龙虾。这种是青龙虾，这个体格是大青龙了，不是小青龙了，体格比较大，也差不多有接近3-4个月没有中过龙虾了。今天除了那条山刀鱼，龙虾就是最值钱的了。然后起完网我们就准备回去了。今天只放了一个网，一个3000米的网，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总共收获。这么多大货，除了那些养活的值钱货之外，开了3个多小时的船啊，也到达渔港这里了。过去看一下今天总共收获。已经到达渔港这里了，再去卖鱼，看一下收获能卖多少钱。总共15斤多的这个剥皮底仔鱼，这条山刀鱼刚好1斤啊。今天的总共收获
卖了2200而已啊，那些剥皮就卖了1000左右了。现在卖完鱼准备回去了啊，算那个三刀鱼比较值钱了，已经有200多啊，这一条三刀也有1斤多一点点而已，还有10来斤的这个泥仔鱼，全部还有2只大龙虾，2只大龙虾总共有3斤啊，不过价格又不是很高，200多1斤，总共也就卖了2200啊，总算还可以吧。好了，我是拿岛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是你带我找到另一个天堂，远比想象中的美。我的眼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拿岛彪哥，我是早上的7点钟，准备出海捕鱼了，现在已经在船上，然后准备出发了。现在出发，然后同一时间出去捕鱼的渔船也是挺多的。现在太阳才刚升出海平面，阳光直视大海啊，此景非常的漂亮，大家看一下。每天带你们看不同的海里日出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挺漂亮的吧？现在准备把网放下去。因为天气只晴了这么一天啊，没有晴太多天，所以也只能在近海放网，去不了外海。等哪天可以晴多几天的话，就去外海捕鱼。今天就在近海放网，把网全部放下去了，然后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，网顶再挂去起网。停泊在这个海中央啊，在这边休息一下，然后等一下挂去起网。休息了有2个多小时啊，然后现在准备过去起网。现在已经是下午2点钟了。现在开始起今天的第1个网了，希望第1个开始就渔获多多吧。今天在这边放了4个网，大概有4500米左右的网。一起网就有渔获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这是一条假大黄鱼，山牙，还挺大的这条山牙鱼啊，大家看一下，有个1斤多了，1斤大概30块钱左右，看起来是挺肥的。这边上了2条这个白花鱼啊。又上了一条白花鱼，今天的白花鱼还挺多。今天天气比较晴朗，没什么浪，而且水势是翠绿的。又来2条白花鱼啊！白花鱼这么多，是不是有大黄鱼呢？大黄鱼没有，假大黄鱼倒是来了1条，而且还挺大一条的，大概差不多接近2斤了。这又是一条山牙。为什么没有真大黄鱼值钱呢？因为真大黄鱼比较稀少，而且鱼胶比较值钱。连续上了几条这个白花鱼啊，希望来蒸大黄鱼。不对啊，每次让你来蒸大黄鱼都是来假大黄鱼，连续上了3条这个假大黄鱼了，也该是时候来点真货了吧？开始起雾了啊！然后导致是这样子，最近天气一晴就会起雾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南风天到了吧？差不多第1个网也快就要起网了，没什么收获。白花鱼倒是上了几条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倒是上了几条这个白花鱼。这是西贡鱼啊，西贡鱼也有20-30块钱1斤。然后第1个网就起网了啊，第1个网虽然上的鱼货不少，但是没有什么值钱货啊。假蛋黄鱼倒是上了几条。第1个网起网了啊，没什么收获，除了几条这个假蛋黄鱼跟这个白花鱼之外，没有什么收获。现在准备过去起第2个网。今天的天气还算是风平浪静的，现在开始起第2个网，希望第2个网渔获多多吧，大黄鱼多多。哇，一上来就上了2条石斑鱼，这真的是一个好的开始啊！一条比较值钱的这个红斑，还有一条比较便宜的这个油斑啊。2条石斑鱼虽然说比较小，也是值点钱了。红斑就比较值钱了，红斑1斤大概有300块钱左右，油斑就比较便宜。油斑1斤有100多块钱，这是一条值钱的红斑。又来一条假大黄鱼啊！才刚上网没多久啊，没连住啊，直接掉出来了啊！拉了很久的网没什么收获啊，这里上了一只石头蟹啊。这也是一条西贡鱼，今天上的西贡鱼也有几条啊。又来了一条西贡鱼。
这是一条大春子鱼啊，还有一条刺豚鱼。刺豚鱼也是可以吃的，只是拔刺比较麻烦。这条西贡鱼比刚刚那些都大啊。刺豚鱼把刺拔完，然后吃它的皮肤是非常的胶质的啊，而且肉质都是很鲜甜的。上大货了，上大货了！这是一条细鳞鱼，也是挺大的一条细鳞鱼啊。细鳞鱼是一种好鱼啊，不过价格也不高，大概是40块钱左右，属于好吃又不贵的鱼种。这边上了一条老虎鱼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老虎鱼的刺是有毒的。来了一条黄鲫鱼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一条黄鲫鱼，不过这条好像没有上次上的那一些大。第二个网也取完了啊，第二个网上了2条这个石斑鱼，补下有挺多，也没有提到什么鱼货了啊。现在准备过去取第3个网了。今天的天气超级晴朗啊，而且海面上没有一点浪，是捕鱼钓鱼的好日子。现在开始取第3个网了啊，希望第3个网收获多多吧。哇，来了一条值钱蛙，超大的值钱蛙，这条大红斑啊，上面说了1斤是有300块钱啊，这条大红斑估计有2斤多啊，所以这条至少值个600-700块钱了。哇，看一下它体格，差不多要接近3斤了。红斑比较少啊，而且体格是长不了非常的大，3-4斤的红斑算是非常大的了。我见过最大的红斑就4斤多。好开心，终于捕到一条值钱货了啊！这边上了一条超大的细鳞鱼啊，比上一个网上那条还要大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条细鳞鱼也是比较大，大概有接近2斤左右。前面这个也是一条放网的渔船，网放得这么近，估计要压住网了。不知道是我们压它的网，还是他们压我们的网啊？而且它只是单人作业，如果真的压到网就很难起上来。白花鱼1条，然后这一个网也就取完了，上了一条大石斑，还算是比较值钱。第3个网也取完了啊，第3个网上一条大石斑啊，就除了那条大石斑之外，没有什么其他鱼啊。一条大石斑，1条细鳞鱼，没有其他鱼了。有朋友想了解一下我们的网具啊，我们这是3层的流刺网。外网会比较大，内网会比较小，内网就这么大，大家看一下，外网相对会比较大，这么大。然后现在开始起第4个网，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网了。这边上了一条白花鱼啊，今天的白花鱼跟假蛋黄鱼还挺多，怎么还没来真大黄鱼呢？继续上白花鱼。哇，上了一条超大的鳐鱼啊，这是一条鳐鱼，还会卖萌啊，嘴巴张得那么大。这是一条牛头鱼啊，铁甲鱼，比较小的。又是上西贡鱼啊，拉了很久的网都没鱼货啊，只上了几条这个白花鱼啊，而且网也快拉完了，大家看一下。最后一个网也取完了，最后一个网没什么收获，一无工具啊，然后现在准备回去了。现在准备回去了，也已经是下午的4点多了。回到渔港这边呢，准备去卖鱼，看一下今天的收获能卖多少钱。好了，渔港这里卖鱼了，看一下今天的收获能卖多少钱呢？看一下今天的总共收获啊。最主要的还是这条大石斑能值多少钱？哇，还不错啊，有2斤6啊。今天总共卖了1271啊，大家看一下。现在回到码头这边了啊，今天有这一条石斑鱼比较值钱，就一那条石斑就卖了800多块钱了，还有其他的一些鱼，总共卖了1200多。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脑打彪哥，喜欢我的给我点点赞，关注我一下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没看先点赞，这是一个好习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打彪哥，现在是早上的6点10分，准备出海去捕鱼啊。
近海没什么渔获，然后今天是准备去近海跟外海交界的地方去捕鱼，因为去外海的话时间来不及，晚上就刮风了，所以只能去近海跟外海交界的地方，这样时间才来得及。看一下能不能收获更多的渔获吧。上次这几次捕鱼的渔获都是比较惨淡的。好了，现在出发。现在是下床上，天刚亮，然后马上也是准备出发了。开了2个小时的船，然后放好又放了2个小时。现在船停泊在海上中间这里啊，然后准备休息一下，吃个午饭。网要网点再关起了。午饭前先来一泡潮汕功夫茶解解渴，吃饭才香。现在是中午的12点10分，潮水刚到啊，然后现在是准备过去起网了。随着机器声响，马上出发。接下来就是大黄鱼多多的时候了。现在开始拉今天的第一个网。在这个近海跟外海的交接处，相对来说渔获应该会比近海多一点。但是第一片小网却连一条渔获的影子都没看到。旁边有一条渔船也是在拉网，他们的人够多。已经是第5片渔网了，连一条鱼都没有。跑到这么远，渔获还这么少，怎么回事？拉到第7片网，终于来渔获了。这条金灿灿的，长得像大黄鱼，但却又不是大黄鱼啊，是假大黄鱼。这种鱼叫做山芽，价格比较便宜。又来一条山芽，这么大的山芽一斤要达到50-60块钱，要是大黄鱼就发财了。这条要是大黄鱼应该要1斤多，就要1000多块钱了。然后这边又是拉了很久的网，没有渔获了，看来这个位置的渔获也不多。又来一条啊，好像这条要大一点，要接近2斤了这一条。小白花鱼来了一条，西贡鱼一条啊，最近捕到的西贡鱼倒是也有几条。这边上了2条大山芽，要是大黄鱼就好了。这些假大黄鱼要是换成真大黄鱼，估计要发财了。又来一条啊，假大黄鱼上了这么多了，是不是也该上真大黄鱼了？但是后面几片网都没有渔获，然后这个网就拉完了，难受啊！第一个网是起完了，第一个网没收获，这么多的网啊，又起上来了几条一只手都能数得清，渔获真的是太少了。好，现在准备过来去下一个网，希望下一个网的渔获能好一点。跑到这么远过来捕鱼，渔获还这么少，还是等天气好一点去外海的好吧。近海确实是不适合我啊，不知道别人捕到大黄鱼了没有。现在开始拉第2个网，希望第2个网来几条大黄鱼吧。靠近近海这边的渔获主要还是捕大黄鱼为主。这下子倒是先上了一条鳐鱼，还挺大的这条鳐鱼。现在的鳐鱼一斤也是要达到40几块钱，还是挺好卖的。然后又是假大黄鱼来了，大黄鱼你在哪？快到我的网里来！假大黄鱼的肉质其实也是挺嫩的，煮来吃其实也是挺鲜甜的。这条春子鱼这么大，这条应该要2斤出头。这种规格的春子鱼比较值钱，一斤要100来块钱呢。这么大的春子鱼还是比较少见的，估计也就是要跑到这么远才有吧。近海也几乎没有这么大的了。渔获没有啊，石头蟹倒是上了一只，这只也是还可以。然后又是没有渔获了，蓝瘦、香菇，又是一条假大黄鱼，还不赶紧叫你的表亲过来？你的表亲真大黄鱼躲在哪里？快说！这边也是连续的上了好多条这种假大黄鱼，虽然不怎么值钱，但是上多了也就能值点钱了。然后第2个网也就拉完了，也就是假大黄鱼比较多而已啊，真大黄鱼还没有见到。
这么多的渔网啊，上的渔获估计2只手能数得清。第二个网也起网了，第二个网也是没有什么渔获，就几条那种假大黄鱼啊、山鸭，还有一条比较大的那个春子鱼而已啊，没什么收获啊。近海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，还是等有机会去外海吧。浪也是越来越大，接下来只能寄希望在第3个网了。好歹也应该上几条大黄鱼了吧，海红蚌也行。这一趟才捕了这么几条鱼，要亏死啊！还特意跑了这么远过来。傻瓜蟹先上来了一只好几块钱呢。也是终于上大黄鱼了。虽然这一条比较小，但好歹有个念想，能看到大黄鱼，估计后面还会有。这条鳐鱼够大。鳐鱼拿来煮汤或者煮粥是非常好的一种食材，没有硬刺。呀哈，我就说嘛，前面有大黄鱼，后面肯定还会有。这一条比刚刚那一条大一点了。哦，这一条更大，估计要1斤左右了。哇，真的是要来一起来啊！很久没有捕到大黄鱼了，现在大黄鱼什么价格我都不知道，估计这种1斤左右的要600-700块钱1斤吧，应该有吧。哇，又来一条。这个大黄鱼是不是成群的？一下子来了这么多条，这条估计也要8两到1斤，跟刚刚那条差不多大。哇，这条鳐鱼够大，估计要3斤左右。一条我就准备带回家煮粥吃，配上紫菜煮粥吃，味道绝对是鲜甜得很。又来了一条大黄鱼，这条看起来更大一点，估计也是要1斤左右。今天真的是经历了失望，差点就绝望了。我大黄鱼成群的来，今天这个运气没谁了。还来了一条牛尾鱼啊，跟大黄鱼一起来的。刚刚还以为这条是大黄鱼呢，结果是山崖，金黄的。哦，这条黄花鱼就够漂亮，还活着呢，证明刚上网没多久啊。这个网收获就挺不错了，连续的上了应该有7-8条这个大黄鱼。这个网拉完了，这个网虽然渔获不多，但是好在上有几条大黄鱼，运气还算是不错啊，终于是捕到大黄鱼了，而且还挺大条的，有2条应该是接近1斤左右，算是还可以吧。看回去卖一下看能值多少钱。然后现在是网都取完，准备回去了。今天经历了失望，差点就绝望，然后又给了希望，真的是潮起潮落，激情澎湃啊！最后总算是收获还挺不错吧。开到回去，太阳也是下山了。这个落日晚霞还是挺漂亮的。这一次真的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归。还好这一次的收获挺不错啊，上了这么多条大黄鱼，总算是发财一把，应该能值不少钱。大黄鱼啊，有的地方也叫做黄花鱼、黄瓜鱼。野生的大黄鱼是非常的值钱的。也是终于回到鱼怀这边，准备卖一下鱼货。今天也就有几条大黄鱼值点钱了，好几条都是1斤左右的。捕了这么多条的大黄鱼，大家看一下，收获还是挺好的。总共的鱼货卖了3000多块钱。也是终于回到家里面了，这一趟收获还算是挺不错的吧，有大黄鱼。很久是没有捕到大黄鱼了，今天终于捕到了一些大黄鱼。总共的鱼货卖了3000块钱。大黄鱼有一些，还有几条好几条是1斤以上的，然后小的比较多，还有几条是比较小的还有一些鳐鱼、山芽之类的，春子鱼凑在一起卖了3100。然后现在准备先吃个饭，洗个澡了。辛苦了一天了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休，就是这样子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脑打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